西装男子淡淡的开口道：黄主任，这件事麻烦你了，你老婆工作的事情我会帮忙安排的。交易，这是赤果果的权利和利益交换。黄主任和孙总两人不动声色地相互对视了一眼，转而哈哈一笑：孙总，你也知道人民医院内科这里的床位非常紧张啊，若不是因为知道这个病人的底细，100万肯定拿不出来，反正也是等死，将他赶出去也不会有什么事。说话的同时，黄主任呵斥着另外几个护士：动作动麻利点。几个护士将老奶奶的氧气管拔下之后，老奶奶剧烈咳嗽了几声，接连虚弱地朝几个护士哀求道：姑娘等等，我难受。但那几个护士根本没有理会老奶奶，继续拖拽着老奶奶从床上下来。其中一个护士手滑了一下，差点将老奶奶摔倒在地上。黄主任看见护士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嘴里大骂一声：笨死了！一个要死的人那有那么多顾虑。说话的同时，黄主任上前2步，伸手一把抓住老奶奶的头发，便准备强行拖拽。而恰在此时，房门口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徐云和陈塘两人急匆匆地赶来，看到眼前这一幕，徐云几乎是咆哮着大吼道：王八蛋，你们干什么？混蛋，放开我奶奶！徐云发疯般地冲上前，扬手一巴掌便准备朝黄主任脸上抽过去，但徐云不过只是一个女孩子。黄主任轻蔑地伸手一把抓住徐云的手腕，冷哼一声：哼，你敢打我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徐云在黄主任手里挣扎了2下，女孩子的力气毕竟太小了，根本挣扎不动，而黄主任另外一只手依旧紧紧抓着奶奶的头发。跟着徐云一起进来的陈塘看到眼前的情况，心脏不由一阵抽紧。靠！下一刻，陈塘身影一闪，眨眼间便冲到了黄主任面前。陈塘没有任何迟疑，反手一巴掌狠狠抽在黄主任的脸上。这一巴掌，陈塘是悄悄运行了暗劲的。噗嗤，一巴掌下午，黄主任嘴里喷出一口鲜血，似乎伴随着还有碎牙飞出去，身体更是一阵踉跄，砰的一声撞在墙壁上。陈涛顺手将奶奶从痴呆的护士手里接住，重新放在床上，将氧气管给奶奶戴上。奶奶没事了。看见几个护士还在发呆，陈塘脸上浮现一抹阴沉。滚！陡然释放的气场，言语更是不容置疑。几个护士浑身一颤，忙不迭地后退了好几步，退回到房门边上。徐莹站在床边，有些发愣地看着陈塘，眼神中也有些震惊。徐云和陈塘认识也是5、6年了，在徐云印象中，陈塘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啊，居然还有这样的暴脾气！你大爷的，你他妈谁啊？靠，居然敢打我！小芳马上通知安保部，将他给我赶出去。反应过来的黄主任气急败坏地对着一个护士呵斥了一声，转眼狠狠瞪着陈塘：小子，你完蛋了！这个床位是让给孙总母亲，你居然敢惹孙总，找死！黄主任很鸡嘴，刚才陈塘那一巴掌将他打怕了。从陈塘的力道上来看，这个陈塘怕不是一般的普通人，所以黄主任第一时间便将旁边的孙总拉下了水。孙总在旁边冷冷地看了陈塘一眼：小子，给你个机会，马上带着老东西滚，否则得罪了我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陈塘没有理会孙总，而是温柔地对徐云道：云姐，你马上通知主治医生，让他准备手术。徐云在床边拉着奶奶的手腕，脸色顿时一阵暗淡。可是陈塘子100万的手术费，我这边还没准备好啊，房子抵押至少要明天。再说奶奶的主治医生就是这个黄主任。陈塘眉头一皱，这个人渣。话语顿了顿：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不过这个医生让这个人渣给奶奶动手术，陈塘有些不放心，正在犹豫是否要给庞老打个电话。黄主任却轻蔑地开口了：哼，没钱装什么大尾巴狼，
你以为医院是慈善机构啊？一个在 KTV 卖笑的，你以为你能那么容易拿出100万？赶紧滚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黄主任还在叨逼叨，但陈塘犀利的眼神看过来，却硬生生让黄主任闭嘴了。陈塘伸手将手里的垃圾袋朝黄主任面前一扔，不就是100万吗？告诉你，哥不差钱，不过就你这人品，不配做医生。黄主任和旁边的孙总对视了一眼，眼睛中的嘲讽一览无遗。孙总冷笑一声，小子，原来你是捡垃圾的吗？怎么里面装了一袋子矿泉水瓶子？就这些可以卖100万？一阵嘲讽之后，孙总眼神中闪过一抹狠戾，恶狠狠地等着陈塘。道小子，刘天雄，刘总，你知道吗？云城2大霸主之一，我可是刘氏安保集团里的经理，手里掌管上千人，得罪了我一句话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赶紧滚！刘天雄的人？哦，刘氏集团的经理吗？很好。陈塘话语顿了顿，转头看向黄主任道，马上通知你们院长来，手术费我1分不少，但这手术不能你来做。看着陈塘嚣张的气场，徐云在旁边不由伸手拉扯了一下陈塘，你这个陈塘装的倒是很像啊，一个垃圾袋里难不成还真的装着100万？而房间里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想法，孙总都猖狂的哈哈大笑起来。黄主任听见没？这一垃圾袋的矿泉水瓶可是价值100万啊！来，黄主任，要不你亲自打开检查一下，若这里面装着100万，我当场学狗叫爬出去。说话的同时，孙总伸脚朝垃圾袋踹了一脚，噗嗤，垃圾袋朝黄主任面前滑动过去的同时，陡然在黄主任面前炸开，哗啦啦，垃圾袋开裂，里面顿时涌出一大堆红彤彤的红票子，一沓一沓的崭新，还散发着熟悉的油墨味儿，全都是100元大钞。这孙总和黄主任全都惊呆了，眼珠子都快要从眼眶里跳了出来。我操！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装着100万现金？这混蛋脑袋有包吧？这年头谁还带着这么多现金，还用垃圾袋装着？这也太随意了吧！房间里所有人的动作似乎全部都在一瞬间定格。之前帮忙吵架的那个老头在床边呆住了，嘴唇念叨了好几下，最终没发出任何声音。门口的那几个护士双眼冒出一片火热，看陈塘的同时身体都不由自主地在扭动。刚才那几个护士被陈塘呵斥了一顿，心中还有些不爽的，但看到陈塘垃圾袋里的100万现金之后，顺便改变了看法。一般这样低调的人，要么就是不怎么有钱，要么就是真的掩饰富豪。很显然他们认为陈塘是后者。垃圾袋陡然炸开，这也是陈塘没想到的。不过既然发生了，陈塘也就顺水推舟，冷笑一声，看着孙总道，孙总开始吧，学狗就要爬出去，你刚才的冒犯我就不追究了。你孙总万万没想到，陈塘居然真的拿出了100万，脸色一片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站在陈塘身边的徐云此时也反应了过来，朝陈塘靠近了2步。陈塘，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？数目还刚好是100万，专门给奶奶的手术准备的。陈塘知道自己奶奶生病了，陈塘对着云姐微微一笑，云姐放心，我昨天买彩票中了大奖，扣税之后恰好还有100万，恰好还没来得及存，中奖啦。真的是这样？徐有些狐疑地看着陈塘，一时间不知道陈塘这话的真假。但毫无疑问，陈塘突然拿出来的100万解决了现在的燃眉之急。徐云嘴唇动了动，还没开口，站在墙边的黄主任冷哼一声，一脚将红彤彤的票子踢开。哼，就算你有100万又能怎么样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准备钱太迟了，我现在不收你的钱，手术也不做了。呵，看你还能怎么办？这个黄主任这是打算硬刚到底呀？就是死活不让奶奶在这里动手术吗？旁边和老奶奶一个病房的秃顶老头忍不住了，
狗屁的医生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说人家没钱，人家不是准备够了钱，你还要赶走人家，你这是要把人家往死路上逼吗？老东西，闭嘴！行不行？我一句话灭你全家！滚！老头的话音刚落下，旁边的孙总扬手一巴掌抽在那秃顶老头脸上，老头傻点摔倒在地上。知道我是谁不？刘老板的得力手下。哼，敢招惹我，你惹得起吗？孙总得意的鼻孔对天，一脸得意的样子，眼神朝陈塘扫来。看什么看？傻逼，还不赶紧滚蛋！再不滚，我马上打电话喊兄弟来弄死你！太嚣张了！陈塘现在的实力完全可以一招将孙总 KO， 不过陈塘却不想在徐云勉强表现得太过于暴力。好啊，正好我也要打个电话，那咱们就比比看，看谁喊来的人厉害。说话的同时，陈塘拨通了刘天雄的电话。刘老板，我这边有个情况，我朋友的奶奶生病了，你手下有个叫孙德仁的经理，很嚣张啊。电话那头，刘天雄听到陈塘的话语，言语满是惶恐的道：少爷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少爷您在哪个病房？我正好也在人民医院，我来找您。陈塘给刘天雄说了一下房间号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对面的孙德仁将陈塘的电话内容听得清清楚楚。哼哼，一口一个刘老板，装的还挺像。你给我等着，敢跟我孙德仁抢床位，不弄死你我跟你姓。孙德仁拨通了手下的电话，马上带100人到医院这边来，都带上家伙，5分钟我要见到人。黄主任在旁边看到孙德仁动了真格，脸上浮现一抹得意的笑容，怨恨地看了陈塘一眼。小子啊，你完蛋了，你就等着被修理吧。若我是你，还是趁早滚蛋。哎，陈塘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些人就这么喜欢作死吗？本来对于黄主任和孙德仁就是争抢一下床位，陈塘打算教训一下就算了，但现在看来对方根本不打算就这样作罢啊。既然如此，那陈塘也就没任何愧疚之心了。陈塘，这可是刘老板的人，我们刚被收购，就这样刚起来会不会不好？徐云还以为皇家 KTV 真的是刘天雄收购的。陈塘温柔地伸手拍了拍徐云的肩膀道：放心吧，一切有我。不到3分钟，房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声音。孙德仁和黄主任相互对视了一眼。我的人来了，小子你受死吧。房门口陡然出现一大批人影，但黄主任看到领头的几个人之后，顿时震惊的张大嘴巴，眉头皱成麻花。王院长、张书记、赵科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黄主任心中一凉，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人民医院的院长王成，书记张瑶，整个外科的分管科长，整个医院所有的高层居然全部出现在病房门口，这太不正常了。王院长黑着脸上前，二话不说，扬手一巴掌狠狠抽在黄主任脸上。混蛋，看你干的什么好事，马上卷铺盖滚蛋！我正式宣布你被人民医院开除了，永久不得再任用。啊！黄主任被院长这一巴掌直接打懵了，满脸疑惑，院长为什么啊？我也没做错什么啊。王成不解气地继续踹了黄主任一脚，没做错什么？哼，你得罪了你惹不起的人，我都要替你背锅。话语顿了顿，王成满脸恭敬地走到徐云奶奶的床边，恭敬对陈塘一鞠躬道：这位就是陈先生吧？您看这样的处理方式您还满意吗？啥？院长居然给陈塘这么尊重的鞠躬，徐云和黄主任都看傻了，孙德仁也懵逼了，这什么情况？王成给陈塘鞠躬？难道说陈塘就是那个惹不起的人？陈塘对着王成淡淡一笑：王院长客气了，这是医院内部的处罚方式，我无权过问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黄主任应该是收了孙总的什么好处吧，以权谋私只是开除，怕是不足以震慑其他人。您说了？王成心头一颤，他算是听出来了，陈塘这是对现在的处理方式不太满意呀。
那就只能再下狠手才行了。王成还没开口，孙德仁却抢过话头。傻逼小子王院长，我不清楚你们是什么关系，但我想提醒你们一句，我老板是刘天雄，若是得罪了我老板，后果你承受得起吗？陈塘眉头一挑，眼神扫了一眼孙德仁背后。孙德仁背对着门口，浑然不知此时刘天雄正一脸阴沉地盯着孙德仁。听到孙德仁的话，刘天雄便准备带着几个保镖冲进来，但陈塘却阻止了刘天雄。哦，孙总倒是说说看，得罪你老板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果啊？陈塘的话语没什么感情，他是真的很好奇，这个孙德仁到底会怎么做？孙德仁见陈塘开口，有些得意洋洋的道：怕了吧，小子啊，哼，告诉你，惹毛了我老板，马上灭了你们上班的 KTV， 让你没有工作，并且在云城封杀你，这还是轻的，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出车祸死翘翘了，你的家人也说不定就消失了。哼哼，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跪下给我道歉，主动承认错误，或许还来得及。孙德仁自顾自地说得高兴，却根本没注意到黄主任看到孙德仁背后站着的刘天雄，吓得满头大汗，不停地对孙德仁使眼色。可是孙德仁却完全视而不见，一口气说了个爽：混账玩意儿，找死！刘天雄一直涵养还不错，但此刻却气得脸色一片铁青，上前二话不说，一脚狠狠踹在孙德仁屁股上，直接将孙德仁踹了个狗吃屎。孙德仁正在兴头上，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敢踹他，气得张嘴大骂：靠他妈的，谁踹我大爷！话语刚说到一半，孙德仁转身陡然看清楚的是刘天雄，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：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才正在帮您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他居然敢挑战您的权威。孙德仁这个脑残居然还没搞清楚情况，嘴里还在叨逼叨，刘天雄都快要疯了。来人，给我张嘴！是，老板。刘天雄话语落下，身边两个精壮保镖身影一闪，上前左右架住孙德仁的手臂，睁开手臂啪啪啪抽在孙德仁嘴上，这可真的是下死手。孙德仁的嘴巴眨眼间便浮肿起来，嘴角溢出血迹，碎牙也掉落了一地。孙德仁完全是被踹懵逼了，老板，您为什么打我啊？我不服！刘天雄翻了个白眼，快步走到陈塘面前，恭敬地对陈塘道：陈少手下人不懂事，让您见笑了。本来刘天雄还想摆出更低的姿态的，但陈塘早就交代过，在公共场合的时候，刘天雄不能暴露陈塘的身份，所以刘天雄也只能做出这样的态度。但刘天雄心中是忐忑的，这可是陈氏家族嫡系少爷，地球最强家族的继承人啊！在陈塘面前，唐老可以都说只是一条狗，那他刘天雄怕是连狗都算不上吧？而现在自己的人居然在陈塘面前如此放肆，这不是头铁找死吗？徐云的奶奶在这里住院有一段时间了，但这么长时间徐云也没见过院长王成几次啊。云城人民医院，这可是全国3甲医院，医疗水平一流，作为院长的王成自然不是一般人想见就能见的。但现在不光是院长来了，还带着医院所有的高层全都来了，似乎都是冲着陈塘来的，毕恭毕敬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还不算，云城2大霸主之一的刘天雄也来了，也对陈塘如此客气。徐云懵了，陈塘不是一个孤儿吗？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多大人物？对于刘天雄的姿态完全都在陈塘的预料中。刘家主不必客气，刘家主站掌管那么大的集团，集团里有2颗老鼠屎很正常，只要剔除就行了。再说我也还在刘家主的 KTV 里上班了，这位就是皇家 KTV 的总经理徐云女士。说话的同时，陈塘将话题顺便转移到了徐云身上。陈塘的话中有话，其他人听不懂，但刘天雄却能听懂。
陈塘对于孙德仁的事情算是翻篇了。关于刘天雄的责任，陈塘并不会追究，不过孙德仁却别想好过了。刘天雄悄悄在裤腿上擦了一下手心里的汗水，微笑着朝徐云伸出手道：徐云小姐，样子皇家 KTV 的经营就拜托你了。我也是听陈先生说，徐云小姐的奶奶在这里住院，我手下人不懂事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啊。徐云有些惶恐地和刘天雄握了握手，连忙摇头道：没关系没关系，刘家主您太客气了。徐云作为皇家 KTV 的总经理，虽然见过不少的场面，但对于刘天雄这样的人物却见得并不多，言语中自然有些紧张。刘天雄点点头：许小姐放心，你奶奶住院所有的费用集团都给你报销，我会让王院长帮忙安排专家会诊，让最好的医生做手术。王院长没问题吧？说话的同时，刘天雄朝旁边的王成询问了一句。陈塘一直在皇家 KTV 工作，这一点刘天雄早就知道，而陈塘今天为了徐云的事情亲自给自己打电话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这个徐云怕是和少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啊。本来孙德仁那傻逼都闯祸了，刘天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讨好陈塘的机会，直接讨好陈塘的机会不多，那么从陈塘身边人下手自然是没问题的。王成连忙点头道：没问题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召集专家会诊，小赵你去通知医院所有专家5分钟开会。刘天雄吩咐完这些，眼神朝陈塘示意了一下，眼神在黄主任和孙德仁身上停留了2秒，意思很明显，是询问这2个人到底怎么处理。陈塘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刘天雄有些拿不准。实话说，只要陈塘一句话，让这2人不动声色的消失，完全是没任何困难的。陈塘眉头一皱，还没开口，黄主任却眼尖，他算是看出来了今天所有事情的关键，最主要的还是在陈塘。虽然刘天雄尽量在压制自己的情绪，似乎轻描淡写的避开了陈塘，但黄主任还是看出来了，刘天雄似乎非常惧怕陈塘，没错，就是惧怕惶恐。连刘天雄都惧怕的人，自己这次是惹到了多大的人物啊！想到这里，黄主任没有任何犹豫，扑通一声直接朝陈塘跪下：陈少，我错了，我瞎了狗眼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您放我一马！汪汪汪！旁边的孙德仁也反应过来了，从2个保镖手里挣扎出来，4肢着地趴在地上，嘴里居然发出一连串的狗叫声，汪汪汪汪汪汪！如此一幕让病房里的众人大跌眼镜，想笑又不敢大声笑。黄主任和孙德仁2人居然一起在病房里学狗叫，要知道前一秒他们还是多么不可一世，多么盛气凌人，以权势压人，呵呵，却没想到陈塘的权势比他们更大，这不过是2个不足为道的小人物罢了。若陈塘真的和他们一般见识，那自己岂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啦？陈塘心里长叹一口气，王院长，刘家主，我看黄主任和孙总也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要不就放他们一马吧，只要不在云城再见到他们也就行了。王院长和刘天雄2人相互对视了一眼，齐声道：好，就听陈少安排。刘天雄狠狠瞪了孙德仁一眼，狗东西，还不赶紧谢谢陈少！孙德仁浑身一颤，冷汗都打湿了后背，和黄主任2人暗自松了一口气，忙不迭地对陈塘鞠躬道：谢谢陈少，谢谢陈少。陈塘的手段他们不太清楚，但刘天雄的手段他们明白呀。他们非常清楚，刚才2人可是在鬼门关走了一趟，工作自然是丢了，而且陈塘的这番话也算是将他们驱逐出云城。云城是混不下去了，但不管如何，至少没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黄主任和孙德仁2人停留了片刻，忙不迭的连滚带爬的离开了病房。陈塘对刘天雄使了个眼色，刘天雄顿时开口道：陈先生，这里没什么其他的事情了，那刘某就先告辞了。陈塘点点头，目送刘天雄和手下离开，
房间里便只剩下了医院的王院长和一众医院的高层。陈先生，徐小姐，您二位看在这样行不行？这里的环境差了点儿，我马上安排人将老奶奶送到特护病房，一定用最好的护工帮忙照顾，如何啊？王成客气地朝徐云和陈塘两人询问道。徐云有些迟疑，这3甲医院的特护病房，那可不是徐云的工资水平消耗得起的啊。见徐云还在犹豫，陈塘直接开口道：行，那就安排到特护病房里吧。云姐还要上班，估计也没时间天天盯着，这样也好。徐云伸手拉了一下陈塘的衣袖。陈塘，特护病房的消费一天至少几千块啊。陈塘微微一笑，云姐刚才不是听到了吗？刘老板说了，奶奶在医院的一切开销，刘氏集团都会报销，怕什么？王成也连忙点头道：对，费用方面徐小姐完全不用担心，为了表示医院的诚意，我们也会将老奶奶的治疗费用减免一半。王院长的话很显然是在讨好陈塘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啊，怕是来头不小啊。刚才刘天雄可是愤怒至极的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召集医院高层过来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陈塘。听我的，王院长，您安排吧。陈塘直接排版定音，根本不让徐云有反悔的机会。顿时王成身边的这些医院高层一个个都亲自动手，老奶奶收拾着床铺，东西将架子床摇晃下来，准备推出病房。而王成则是将陈塘拉到一边，再次道歉道：陈先生，今天的事情陈先生不要见怪啊，是王某没管理好下属，在刘总那边还请陈先生帮忙美言几句。刘天雄作为云城2大霸主之一，影响力可不是吹的。虽然刘天雄不在体制内，没什么实际权力，但刘天雄的话语却能影响整个云城的格局。王成不过是一个医院的院长，刘天雄一句话便可以定他生死。王成这段时间和刘天雄走得比较近，就是想要借助刘天雄的力量再往上升一级。王成现在都50多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若是升得上去，那就上去了；若是升不上去，那王成这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。陈塘挥挥手，王院长不必担心，我想刘总也不会小气。陈塘的话让王成稍微安心了一点。陈塘对王院长点点头，转身快步朝病房里另外一张病床走过去。刚才陈塘可是亲眼看见这个秃顶老头为了老奶奶跟黄主任吵架啊，还被孙德仁扇了一耳光。陈塘对老先生还是很感激的。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刚才的事情谢谢您啊。陈塘客气地对着秃顶老头欠了欠身，真诚地感谢道。秃顶老头摆摆手，我没事儿，那个小兔崽子一巴掌还打不死我，呵呵臭。倒是小伙子，你最近摊上了大事儿啊，说不定有血光之灾哦。秃顶老头眼灼灼地盯着陈塘，眼神中闪过一抹奇异的神色。陈塘眉头一皱，仔细辨别了一下，这个老头眼睛深邃，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眼神却一点也不浑浊，而是透亮，充满着神秘。哦，老人家，您的意思是，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少奇异的事情。陈塘对老头不由多了几分兴趣，打算和老头聊两句，试试老头的深浅。但陈塘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秃顶老头突然眼睛一翻白，身体直挺挺地朝床上躺下去，嘴里狂吐白沫，而肌肤下的青筋根根暴露，像是蚯蚓在肌肤下扭曲蠕动一样。陈塘心中大吃一惊，老人家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陈塘一声惊呼，顿时让在场的王院长、张书记还有其他一些主任之类的全部都在门口顿住脚步。这些人虽然都是医院的高层，但本质上也都是医生，看到老头突然晕厥，人事不省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陈先生，让我看看。王成一脸凝重，上前2步，伸手握住秃顶老头的脉搏，仔细感受了一下，眉头紧锁，朝旁边的几个领导道：看一下病历，这老人家是什么病因？旁边连忙有医生将床头老头的病历单拿起来，大声念出来：周伯通。上面写的是肌肉萎缩，内脏痉挛。
周伯通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人吗？那个医生将病历单看了2眼，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。陈塘心中却咯噔一跳，这个名字多半是假名字吧。王成仔细探查了一下老头的脉搏、心跳、瞳孔，几分钟之后无奈摇摇头，他脉搏很微弱，静脉似乎在不断收缩，我看不出是什么情况。要不你们试试啊？其他的副院长、书记还有好几个主任纷纷上前探查了一番，最后都无奈摇摇头。这老头也怪得很，没有家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陈塘在旁边皱着眉头观察了好半天，好几次都清晰地看到了老头筋脉上波动的气劲，心中不由和二师傅所说的一种病情联系到一起。迟疑了一下，陈塘朝王成众人道：要不让我试试？陈塘的话让王成和一群医生不由全部一愣。王成满脸震惊的道：陈先生，您还会医术？陈塘有些腼腆的一笑，也不算会，小的时候跟着村里的郎中学过2天针灸，看老人家很痛苦的样子，所以想试试看。是这样吗？徐云在旁边看着陈塘，满脸的狐疑。这个陈塘越来越让人看不懂啦。王成犹豫了一下，本来按照规定陈塘没有任何行医执照，医院是肯定不会让陈塘出手的，但陈塘身份特殊，刘天雄大佬都对陈塘毕恭毕敬，王成也不好拒绝陈塘。你们身上谁有银针？王成朝身后那一群医生询问了一句，这些医生中间也有中医出身的，所以银针随时带在身上。很快1排银针送到陈塘手上，陈塘点点头，没有任何犹豫，出手如电，用气劲运行银针，飞速朝着秃顶老头身上扎去。在王成背后，副院长姚红是老中医，对针灸颇有研究，但陈塘的针法太快，姚红几乎都看不清楚。不过根据陈塘那诡异的施针手法，姚红眼神中不由闪过一抹震惊，这针法和传说中的那种针法太相似了啊！难道……姚红脑袋里的念头一闪而过，转而马上摇了摇头，自我否定了，不可能。鬼谷13针号称神仙夺命针，失传几百年了，不可能再次出现，而且还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！咻咻咻，整个房间里鸦雀无声，只有陈塘施针刺破空气所发出的轻微声音。连续13针之后，周伯通肌肤下的筋脉已经停止了蠕动，似乎重新恢复正常，舒展开来。周伯通嘴里也停止了白沫，脸色恢复红润，手脚开始动弹子。2分钟之后，周伯通嘴里叫唤了一声，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更是自顾自的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眼灼灼的盯着陈塘。小伙子，你会那个针法？你是他的徒弟？那老东西还没死？王成和姚红、张瑶等人都惊呆了。这样就行了？随便扎几针就行了？这个陈塘还是个神医。不过众人震惊的同时，还有些好奇陈塘和周伯通到底在莫名其妙地说些什么。但陈塘和周伯通都再清楚不过了，周伯通体内的症状根本不是什么肌肉痉挛、心肌梗塞，而是武道中的暗劲残留在筋脉中，直接将周伯通的筋脉破坏了。只有将筋脉中的暗劲残留去掉，周伯通才有活命的机会。而要驱除这种暗劲残留，只有一个人能做到，那就是鬼谷13针的唯一传人华布衣。周伯通一直在寻找华布衣，可惜却一直没有华布衣的消息。周伯通在云城医院这里来住院，本来是打算来等死的，结果阴差阳错之下自己被陈塘救过来，那么陈塘只可能是华布衣的弟子。陈塘点点头，原来老先生和师傅认识，看来晚辈没救错人。老先生的体质比较虚弱，我给老先生开2副药方，您连续吃7天应该就没事了。陈塘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伸手从床头拿起纸笔，飞速写了一个方子递给秃顶老头，转头看了一眼房门口的奶奶，对秃顶老头道：老先生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一步了。说罢，陈塘便准备转身离开。
许云的奶奶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必须要尽快到特护病房那边，让王院长安排手术才行。但陈塘刚移动脚步，周伯通却伸手拉住了陈塘的手腕。等一下，哎，算了，你救了老头子一命，老头子不喜欢欠人情。若是我猜的没错，你应该在找人。老头子能告诉你的是，10分钟内你会遇到的一个女孩，她身上会有线索。陈塘心中一惊，老头之前就说自己有血光之灾，而现在还知道自己在找人。这没错，陈塘的确在找人。陈塘还有1个月就25岁了，七情绝骨，第2种蛊毒就要爆发。陈塘必须要在1个月之内找到第2种母蛊宿主，否则陈塘就会爆体而亡，那就真的是血光之灾了。可是问题的关键是，老头怎么知道？老人家您……陈塘还想继续询问，但周伯通却直接挥挥手道：别问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老夫已经告诉你很多了。再说，老夫是要遭雷劈的小伙子，你前途贵不可言，努力吧。说罢，周伯通对陈塘挥挥手，直接躺在床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不再理会陈塘众人。一番莫名其妙的对话，让王城众人都懵逼得满头雾水。不过陈塘不说，他们也不敢问啊。陈塘再次深深看了周伯通一眼，招呼了王城等人一声：王院长，走吧。有院长出面，8楼特护楼层的特护病房早就准备好了。808号病房是个套房，配备有1个保安，2个护工。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老奶奶在病房里安顿好。王成对陈塘和徐云道：我们马上去进行专家会诊，1个小时内就可以进行手术。陈塘点点头，在门口目送王院长和一群医生离开。王院长和各位辛苦了。王院长和一群医生脚步还没迈开，8楼走廊上，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绝美少女突然大踏步朝王院长冲过来。王院长，各位医生，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爷爷，快，你们谁能救我爷爷，我嫁给谁做老婆，做小三也行。少女双手紧紧将王院长的手腕抓住，一脸焦急，眼角都挂满了泪水。王成有些尴尬地伸手拉了一下美女的手腕：孟小姐，你别这样，你看我们一群老头子都可以做你父亲了，你就别闹了。关于你爷爷的病情，我们医院已经尽力了啊，要不你让老爷子转院试试。美女却不依不饶：哼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，你们医院不是很牛逼吗？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是不救我爷爷，我开坦克来将你们医院推平，行不行？王成一脸苦涩地摸了一把额头：穆小姐，穆老爷子保家卫国这么多年，我们也很想救他，只是都大半年了，所有的仪器都试过了，国外的专家也来了，根本没用嘛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。王成话语说到一半，话语陡然顿住，脑袋里猛然想起刚才在楼下病房李陈塘施展针法救助那老头的情况，猛然一拍脑袋，转身眼灼灼地朝陈塘看过去。而此时陈塘也有些震惊，脑袋里想起的正是刚才周伯通所说的话：10分钟之内你会遇到一个女孩，她身上有你需要的线索。陈塘看了看时间，前后不偏不倚，恰好10分钟。难道说这个美女